传统企业的概念是用10个人去赚100万，而一人公司是用个人的专业能力加上系统化去赚300万。我已经把怎么样能练就一身功夫打造一人公司或中小型企业的影片链接放在影片的下方了。一人公司是未来的一种趋势。一人公司的作者是一名加拿大人，叫 Paul Jarvis， 本身是企业家、网络产品设计师、作家，并提倡微型企业的倡导者，曾经为不少跨国企业设计网站跟数位产品。2009年时转型，建立个人品牌，专注服务微型企业。我们就针对《一人公司》这本书的核心理论跟他的实战经验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企业的成长跟扩大并非是义务跟目标，而是能持续的盈利才是关键。传统企业的观念注重在于企业的成长，如市占率、营收、员工扩张数，视为成功的指标，但可能导致扩张而忽略了企业的本质是盈利。关键在于扩张若没有伴随着利润的提升跟长久性的话，反而可能在未来成为严重的负担。例如在硬体上隐形的耗损、人员管理上的成本、现金流的压力、精神的耗损、时间的压缩。简单的来讲，是管好自己比较容易，还是管好别人比较容易？这一点我们可以自己评估一下。如果没有评估好以上的几点，那可能就真的成了社畜，每天忙得团团转，根本没有多余的时间去享受生活，更没有时间去考虑未来的市场跟发展性，以及跟上时代。企业的核心是可以持续的盈利为生存的价值，而并非无限的扩张跟变大。关键在于建立一套能够持续获利的稳定运作模式。先评估最低的获利可行性时，还能确保企业的正常运作。简单的来讲，就是给自己的安全生存条件上锁上一道保险。市场竞争的逻辑是持续盈利才是王道，并非企业规模的大小。例如许多在初创时期不断的烧钱扩张，最终因为商业模式未能进行闭环而失败。商业闭环的意思简单来讲，就是必须先做好3大重点：1. 内部稳定； 2. 外部稳定； 3. 盈利稳定。所以必须先计划算清楚，例如每一客单数能给自己或公司产生多少的利润，跟市场上长期性或短期性的盈利稳定性、结构性才是重点。常见的误区跟风险，很多企业为了迎合投资人或市场的期待性，还是因为自己的野心而扩张，忽略了成本控制。不管您现在正要创业或是扩大营业之前，必须先了解自己在市场上的竞争优势跟劣势，例如技术、品牌、供应链效率的评估，才能避免创业或扩大营业时被市场上种种的盈利反侵蚀，导致负成长。如果没有评估好以上的重点，实际上是流血扩张。例如为了兴起创业还没有评估好，就闭着眼睛自我催眠，一厢情愿的往前冲，或是布局过快，因为急速的扩张导致巨额亏损。这种情况称之为伪成长。如果你有其他的想法，当然可以咯。例如你是玩资金操作的，那伪成长当然是可以咯。嘿嘿，把资金流做大，连续3年的盈利，再扩大营业跟融资，要融谁的资？那大家就自己想咯。目的是什么？大家应该都看得懂。关键策略的框架，在正常的企业必须精细的验证可盈利的商业模式。讲到这里，我们就必须要强调一点，千万别再说读书没有用了。其实只要用心的学习，只要大学毕业，在学校里面学的分析法，要在社会上经营一个中小型的企业，都已经游刃有余了。只是这些分析法，在你没有用到的时候，拿到毕业证书，踏出校门就差不多都还给教授了。例如最基本的 SWOT 分析、波特五力分析、供应链管理跟行销4P， 只要有用心读懂，会应用这些分析法，基本上这些分析法是一理通万里通，可以应用到各种事件上面，避免你踩坑走弯路。例如 SWOT 分析，在谈恋爱时都可以用得上。如果你要论及婚嫁，那就要用到波特五力分析；如果成立家庭之后，那可能就要用到供应链管理，再加上行销4S， 你的家庭跟家族一定关系良好，幸福美满，绝对可以获得5星好评。言归正传，虽然商业分析法有几百种，但是只要以上的几种基本分析法有深入的研究，就可以对自己的商业模式做出一些比较正确的诊断。现代的 AI 觉醒，可以采用精致化的管理工具跟自动化的
流程系统，来降低营运的成本，专注在于提供有价值的产品服务，从而确保盈利的稳定性。优先服务能长期贡献利润的项目后，再适当的追求新客源的开发。价值创造与客户关系管理，艺人公司注重提供真正解决问题的方案，建立稳固的客户关系跟信任度，让每一笔收益都能支撑起事业的持续发展，才能驱动自我成长跟自主灵活性。因为规模小，经营者能快速的调整经济市场的策略跟灵活性，分配资源，而不会受到大型组织的僵化性限制。总结跟行动建议，企业必须要自问，当前的创业或成长是否为健康成长？例如营收、利润、现金流三项是不是同步成长？检视现有的业务能不能够持续盈利。艺人公司的理念在于不要为了成长而成长，只有企业能够持续盈利，并保持运作的灵活性跟高效能，才能真正达成目标。这种模式鼓励企业主根据自身的实际需求跟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打造一个既不追求无谓的扩张，又能稳定获利的事业。行动方向：建立一份自我财务健康度的巴氏量表，例如营收比、现金流、获客取得的边际效益跟周期成本，优先验证当下的经济运作模式是否成立，如何可以达成商业闭环的方式，保有自己工作上的自由度以及企业的灵活性，避免被资本绑架，避免亲手打造一个经济牢笼，把自己禁锢于其中。再强调一次，不管你是艺人公司还是一名企业主，自律非常重要。下一集我们再来分享艺人公司的3大反向思维跟个人观点的总结。我是月月，祝您越来越好，越来越顺利。